没错，今天又是户外啦。然后今天要带大家来的地方就是这一个，没错，观音山。观音山呢，其实在北部也是富有盛名、闹鬼圣地的一个地方哦。那接下来我上车带大家去看看吧。这里就是观音山。那这条路呢，其实我以前也蛮常走的。为什么？因为我以前其实很爱去拍摄硬汉岭。为什么要拍摄硬汉岭呢？因为硬汉岭，我觉得它的夜景比阳明山、文化大学还有那个大屯山上面都还要来得漂亮，然后又可以顺便运动，所以说我还蛮常去那个地方的，加上离家又很近哈。那当然还有一个重点是，这边的山路还蛮好跑的，所以说我以前也蛮喜欢在这边开个快车之类的。可是呢，我从网络上得到了非常多资讯，就是关于观音山这个地方，甚至这条山路，大家都碰过很多不可思议的一个状况。那现在3更半夜，我前面有一台摩托车哈，不知道他会碰到什么怪事哦，这我就不知道了。那因为观音山它非常的大，山路非常的多，我曾经问了住在观音山的朋友，不管是住在五股啊，还是住在那个哪里的朋友，甚至还有一个偷工啊，他说他住在这个地方这么久，观音山的山路他还没有全部走过，说到底哪里有发生事情呢？我就是走重点的道路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地方其实还有一个我只能说啦，有3多啦，1多飙车多，2多好那个坟墓多，3多就是好兄弟多了。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其实观音山哦，不知道觉得会不会是风水的关系啊？那至于是怎么样呢？没关系，我现在我就来跟大家聊聊观音山这里。观音山其实住在台北北部的人都很清楚这一座山，因为呢，它就跟大屯山并排着，守住淡水河口这样子。所以说，你到观音山最高的地方，你可以看到整个大屯山，甚至看到整个台北盆地的夜景，相当的漂亮。那至于为什么叫做观音山呢？其实早期观音山它不叫做观音山，叫淡水山。那是出现在1654年荷兰人统治这个地方的时候，称为淡水山。但是后面开始慢慢改名，又叫做八里盆山呢。后来为什么会改名成观音山呢？说法有2：一是乾隆17年，西元1752年，客家籍共生胡那个字我不会念哈，就是客家籍的一个胡先生，在3路西云岩筹建大士官，那就是今天的五股区西云岩寺而得名。那一方面又说，这个山林起伏的变化后，从官渡那一带眺望这里的时候，它像是一个躺下来的观音看着天空而得名。至于是哪一个，我觉得第2个比较像吧，因为从远看确实很像观世音菩萨躺着看着天空，而因为它像是观世音菩萨的一个形，加上它的风水相当的不错，导致了观音山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坟墓。
大屯山的巴拉卡公路，我不知道它为什么容易聚阴，可是观音山我可以说它跟106县道有点像。你在整条路上，旁边、左边、右边，周围都是坟墓，甚至你走到一些小路，你一开进去全部都是坟墓。而我在这些坟墓当中，也有一些亲身经历哦。至于是什么样的一个经历，我下一节再告诉你们。好，讲完观音山的一个由来，大家应该知道为什么这里坟墓多了哈。其实观音山四通八达，它可以到林口，又可以到五股，又可以到泰山，又可以到巴黎。其实它这边的山路非常非常的多。当然夜景也有啦，我讲没有记错的话，你只要走对路的话，有一边可以看到台北港的夜景，有一边可以看到台北市的夜景，但是都没有像到硬汉岭来的这么漂亮哈。好，其实早期的观音山，我讲没记错，没有这么的亮，它是非常的阴暗。甚至有人说那时候骑车过来时，那个路灯都还是那种卤素灯泡的黄光，然后打下去的时候更加诡异。可是现在都改成了这种 LED， 就感觉比较明亮，似乎没有那么的恐怖的感觉。但是在没有车、没有人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哈。这就是观音山国家风景区哈。我还记得有一次跟我朋友来这边的时候，在这边稍微当了一下飙车族，结果朋友不知道为什么开车开到一半突然打滑，差点去撞山壁。还好后面没事，要不然就惨了。因为你那个速度撞下去的话，他车子基本上应该也要报废了。其实这样沿路看过来哈，大家仔细看，都会看到周边有一些坟墓啊、好兄弟的家啊等等之类的。而且，因为台风刚走，所以整条路况并没有说很好，地面上有点湿湿的，但是这样阴森森的。你看这里有台摩托车停在这个地方，好像也是撞过耶。但是看到你看摩托车撞过，其实之前很多人在这边都有碰到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不是出车祸啦，要不然就是莫名其妙雷惨啊，那到后面不是重伤，就是医院躺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样子。对啊，你看五股巴黎，其实它可以去的地方非常的多哈。然后到这上面来，其实因为风很久了，所以大家也是闷坏了，也是很多人晚上会跑出来吹吹风啊，骑骑脚踏车之类的。而到这个地方也感觉特别的阴暗，然后这里还有一座庙。为什么我手机录影会突然往后拍？我什么东西都没摸到啊，好奇怪！那怎么变自拍了呢？其实走到这后面来没有路灯的地方，确实特别恐怖哦。
好，至于这个地方有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我就让我来这边好好的跟大家讲一讲吧。我现在就来跟你讲讲我所听说过的一些故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曾经有一群年轻人3台车骑到观音山上来，就他一边骑车的同时，他发现他的摩托车很奇怪，龙头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到最后有一个右拐弯的时候，他拐不太过去，结果他一直要把他的龙头给推回来，但是就是拐不过去，到最后他索性按了紧急刹车的时候停了下来，然后停了下来之后，很奇怪的是他的龙头又可以动了，甚至他们在观音山上有发现到一台很奇怪蓝色小货车，用很夸张的速度开这条山路，可是我在想会不会是载得是路很熟，开得很快这样子。好，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曾经有人在这个地方登山，然后登山就有可能就在爬硬汉嘞。可是呢，他们爬着爬着爬到一半，突然觉得不对，因为有一些小朋友的脚程比较快，有些小朋友的脚程比较慢，所以呢，当他们走到一半的时候，就把前面走比较快的小朋友叫上来，然后叫上来再继续走的时候，发现什么你知道吗？他们不管怎么走，周边的环境都非常的熟悉，仿佛见过了。结果他们本来走大概只要走1个多小时、2个小时的路，走到4点多都还走不出来。没错，他们碰到传说中的鬼打墙这样子。然后再来，曾经有年轻人骑车骑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突然看到旁边有站了一个女生，然后就仔细看她的时候呢，发现这个女生是7孔流血等等之类，反正就是面目狰狞，站在路边。就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他的朋友吓到雷惨之后，整台车摔出去，重伤送医院。最后病好了，当然去庙里面拜拜。当然有人说他是碰到在这边被杀人弃尸的一个女子。再来，甚至还有人说，他们在这个地方碰到那个脸很烂的男子，也是站在路边。反正太多了，诸如此类的一些故事。那我自己呢，其实我高中时代其实胆子就很大。那曾经我有一个朋友就在从巴黎上来观音山那个地方的一个灵骨塔做保全打工嘛 part time。然后呢，我们就是那时候高中嘛，就朋友约说，要不然好，我们来去找他玩一玩吧，去墓园夜游玩一玩，试试胆，然后带着女生。然后就我们过去时，看到床上有放狼牙棒、都辟邪的等等之类的东西，那我就说，要不然我们来躲猫猫一下吧。大家都说好啊，只有那个保全说不要。结果你知道怎样吗？女生们她们因为会害怕，刚好她那边有养了一只米克斯土狗，结果女生说要不然他们牵着土狗一起去躲猫猫，我们就说好。结果呢，躲着躲着，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胆，我找到人家墓碑的后面，我要躲在那个后面。然后呢，结果我看到墓碑的另外一边有一个头套出来，这样伸出来，然后想说啊，我是不是被找到了？结果我就自己走出去，就走出去时一个人都没有。然后再来呢，因为女生害怕嘛，对不对？她有带一只米克斯，但是因为那只米克斯不知道是也在害怕，所以一直叫，就会发出一些声音，然后他们就害怕被鬼抓到，所以他们就把那只米克斯绑在大雄宝殿那边。就我们全部都回来，游戏结束之后，因为我看到那东西，我就是把大家叫回来，看到那个脸之后，忘了那只米克斯，就那只米克斯，你知道怎样吗？那种吹狗锣的声音，很凄惨的那种叫声，到最后大家听到这声音都发毛，没有人敢过去。所以我就说好了，要不然他真的在那边太可怜了，所以我就一个人走到大雄宝殿把它牵回来。那至于那只狗看到什么东西，是看到跟我一样的东西，还是它看到更多的东西，这我就不知道。那这就是我在观音山的一个亲身经历。那接下来我们把剩下几年看完吧。我下车稍微走一下哈，刚刚看到山路大部分都是
开着车在走的哈。那这里我讲没记错，它上去是一个寺庙哈。然后我车子先停在这个地方，捕捉一下这边的一些画面哈。因为车子其实开过来，大家最常来的也是这些地方。然后晚上这个建筑，我就感觉特别的阴森哈。最后，观音山为什么会吸引人？是因为这个地方还可以看到一些夜景，像台北的夜景，可以虽然没有硬汉里来那么好，但是也是很漂亮啊。好，那今天环境部分就拍摄到这边为止。明天还有沟通的部分，我先来做个简单的 ending 吧。拍完见观音山，我必须说了，其实在拍摄的时候，我还是听到很多引擎声。就是来跑山的，我必须说哈，不管骑机车还是开车，观音山还是开慢一点。虽然它路大，可是我刚刚开上来路上，看来撞烂了摩托车嘛，对不对？这里还是很容易发生车祸，骑慢一点，小心驶得万年船。夜景很漂亮没有错，但是你假如不能平安到这个地方来的话，再漂亮的夜景又有何用？你也看不到，不是吗？而且我相信这个地方这么多好兄弟的存在，会不会？他们也随时在伺机而动，想要抓交替呢？会不会背后躲着更不为人知的力量呢？白天来也好，晚上来也好，都抱着一个尊重的态度，因为观音山在它变阴暗的时候，永远不知道它要躲着些什么东西。好，我是秦明，那明天还有沟通部分，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拜拜。